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隐藏在地球的黑暗金字塔被发现。在1989年的9月呢，道格·穆勒呢是一名美国的反情报军官，他当时是驻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郊外的理查森堡。他的工作呢是调查间谍和恐怖主义嘛，所以他调查的第一站呢就是这里的地图史，因为他需要了解这里的地形。而道格呢是在俄亥俄州长大的，因此要了解阿拉斯加崎岖的地形和荒野呢，需要大量的研究。阿拉斯加很大，整个面积呢接近70万平方英里，是德克萨斯州2倍大。所以道格在房间的中央大厅的桌子上摊开了所有的地图，就浏览了山脉、河流、湖泊和古老的采矿城镇，这些都是典型的地图显示呀。但是随后一样东西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德纳利国家公园的地图上呢，有一块不及他拇指盖大小的区域居然被涂白了。于是道格抓起了放大镜看呢，那里没有任何的特征，那是距离麦金利山以西60英里处的一块小区域。可是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区域仿佛还没有被勘测过一样，因为情报部门应该是对阿拉斯加的整个地区的每一寸土地肯定都是有勘测过的呀。那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怎么可能没有被勘测过呢？他是军事情报部门的首席上尉，于是他就认为呢，他需要弄明白这里没有被勘测过的原因。后来呢，没有被勘测过的那个地方呢，就一直困扰着他，直到3年后呢，他终于找到了原因。那是在1992年年末呢，道格·穆勒呢正在和几名下班的士兵打发时间，大家安静下来以后呢，居然打开了电视，当地的新闻正在播报东方有地下核爆炸的新闻，而核爆炸的威力巨大呢，冲击波居然直接影响到了阿拉斯加。但事实呢，仿佛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经过地质学家的分析呢，发现呢，好像是阿拉斯加中部的地下约100英里处呢，有一个巨大的物体发生了这种地震的横截面，可能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而且呢，比这个吉萨金字塔呢还要大，从顶部到底部呢，仿佛有550英尺高。于是他立刻跑到地图时呢，发现新闻上显示的那个金字塔的位置呢，就在此前那个尚未勘测过的那个区域的正中央。当天他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呢，想要用录像机记录这个11点新闻重播的时候呢，却发现这个深夜重播的新闻只字未提那个金字塔，没有了那一段。这个道格打电话就给这个新闻部门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在说什么。那第二天呢，道格就带着这个军事证件呢去了当地的新闻台，电台的经理说没有这样的报道，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当时道格就一头雾水他说他不仅看到了这个新闻报道，其他的身边的几十名士兵也都看到了呀。而且电台的经理的奇怪行为让道格觉得肯定是有隐瞒，因为这次电视台的访问他是自己私人的行为去的，所以在这里呢，他没有权限去做什么。当道格要走出去的时候呢，居然听到身后有个很小的声音是一个年轻的电视台员工。他说那个孩子很紧张的示意道格过来，于是他过去之后呢，这个员工就显得很慌乱，环顾四周，压低声音就说他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他说听着，我什么都不该说，我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被解雇。他说那个关于地下金字塔的那个报道呢是真的，我们在昨晚的6点的时候广播中播放了它。几个小时之后呢，他说居然几个可怕的西装革履的人来到了电台，在我老板的办公室里盘问了他半天。他说我知道的是之后呢，这个故事就被从11点的节目中撤下来了，所有的故事磁带都被没收了，一切都消失了。道格就问为什么呢？员工说西装革履的人离开之后呢，新闻主管就跟我们说必须取消这个故事，因为它涉及到东方的核试验，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呢要忘掉它，核试验、金字塔，所有的这些呢，假装都从来没有发生过，否则呢将面临刑事指控。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了。那个孩子还恳求道格不要插手这件事情，道格当时同意了。那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道格知道这些策略呢都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他也知道他不应该向上级追问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没有这么做。但是他很生气他当时生气的原因是，即便他告诉了其他办公室内的那些没看过这个画面的人呢，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甚至大家还嘲讽他。那1年之后呢，道格居然被调到了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国家安全局的所在地，而在这次调任呢，也给了道格一个发现这个金字塔的机会。那是在1993年，道格被调任前往马里兰的米德堡国家安全局，那里呢是国家安全局的总部。道格说呢，他不是为国家安全局工作，而是为附近的一个单位工作。米德堡呢是一个巨大的档案仓库，里面是一排又一排的架子和一层又一层的挡板，都是用来放档案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政府活动档案馆，
其中很多呢都是绝密的文件。道格当时表现得很冷静啊，他就向这个档案馆介绍了自己，并向他展示了证件。道格就问有没有关于阿拉斯加考古遗址的文件。他当时并没有提到说那个金字塔或者类似什么的东西。他说他当时问出的那个问题不能太具体，要低调，以免惊动任何人。档案馆的管理员看着道格写下了几个数字递给道格，于是他就找到了关于阿拉斯加的文件，而且他拿了几本之后就坐进了阅览室里面。但他呢居然没有机会了解任何的东西，因为道格刚坐下的时候呢，就有2个家伙来到了道格的身后。这2个人呢语气冷淡严厉地对道格说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情。道格转身问他们是什么意思。道格说我只是在看阿拉斯加的考古遗址然后那2个人说我们知道你在找什么，你需要立即离开大楼。道格问为什么呢？那2个人就说你会为他们带来麻烦的。那他们是谁呢？道格当时充满了疑问，但是没有办法，最后他只得离开仓库，保持沉默。一直到道格退役离开军队之后呢，他才公开了这个故事。事实证明呢，金字塔不仅真实存在军方还确切的知道它在那里。他们还知道金字塔的用途，因为他们就是金字塔的操作员。其实知道阿拉斯加金字塔的人还不止他一个，还有一名叫做马蒂·约翰逊的人。他作为2战期间的海军的一名工程师他说自己参与了很多绝密项目，远超他的职责范围。有一次他执行一个任务他从加州的奥马哈飞往了阿拉斯加的乌纳尔奎特，然后匆匆地登上了一辆窗户被涂成黑色的白色巴士。那车上呢，他发现有几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等到所有人都到齐之后呢，大巴便开始向东行驶。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具体要做什么。但是说实话，这个马蒂也不在乎嘛，因为这很令他兴奋。虽然大多数的乘客看起来都很紧张，但是这个马蒂呢却笑得合不拢嘴，因为他觉得自己就很像是那个间谍小说里的人物。因为2战之后呢，马蒂就被西部的电气制造公司所招聘。从技术上来讲呢，他是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该实验室呢由西部电气工程部创立的，一半呢由 ATT 拥有。当马蒂得到了这份工作的时候呢，他将为军方开展一项高度机密的项目。他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嘛，但马蒂还可以制造或修理扔给他的任何东西。他喜欢挑战，在40年代后期呢，研究尖端技术的正是他拿手好戏。他研究晶体管，这些小装置彻底改变了电子技术。当时正好是1959年嘛，所以马蒂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呢，像是正在创造未来科技的东西。所以这个马蒂呢，他不能够告诉家人说他在哪里工作，在做什么，他们也明白他的工作性质。那我们再接着前面讲他们上了一辆被涂成黑色涂装的那个公交车嘛，经过了6个小时的颠簸呢，公交车终于停了下来。当车门打开的时候呢，寒冷的阿拉斯加空气像一拳打在脸上一样扑面而来。那走出公共汽车的人呢，更是令人震惊他说在这个黑暗的车厢中待了6小时之后呢，明亮的白色的阿拉斯加风景令人难以抗拒。而马蒂呢就撩起了衣领呢，当时遮住了眼睛很难受嘛，和同事们一起往前走着。适应了之后呢，马蒂就开始变得困惑了。他说这方圆百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冰雪山脉，仅此而已。然后他就听到了前面传来了一个叫喊声，有2名穿制服的人呢站在一个看起来像是荒无人烟的混凝土的一个破棚子旁边，叫他们过去。当时的马蒂就很想知道答案，他们来这里到底做什么呢？刺骨的寒风让他对这次冒险呢失去了乐趣。而这群人呢都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这个棚子。军官呢是最后走进来关上门的。当每个人进来之后都松了一口气嘛，一名军官就告诉大家说抓好了旁边的栏杆，站稳。只见他们打开门向上一推，出现了一个金属门，按钮猛地一按呢，他们站的这个平台呢突然之间开始下降。现在呢马蒂明白了，说这个棚子呢原来只是这个电梯井的一个入口而已。电梯下降的时候呢，温度稍微升高了一些，虽然仍然很冷呢，但至少他们免受刺骨寒风的侵袭了。马蒂就意识到他们已经往下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电梯呢慢慢终于停了下来，军官打开了门，示意大家出去，而马蒂就跟着大家走进了走廊。这里看起来呢像是他去过的每一栋那种军事办公大楼一样，灰色的水泥涂装成米绿色的那种墙壁，头顶上的荧光灯不断的嗡嗡作响，一切呢都太熟悉了。之后呢队伍又开始移动了，马蒂呢就觉得自己像是在参观博物馆一样，只是跟着人群走嘛。他们经过了很多扇门，所以他说这个地方比看上去要大得多，每个门上都没有名字，只有数字，干净整洁高效，绝对是军用设备。
而前面的军官稍微提高了声音以便每个人都能够听见嘛。他就说呢，我们开始为期4周的培训之前他们将有机会看到这个项目的全貌。然后呢，在这里转了几个弯之后，他们就到达了一个走廊的尽头。他们站在一扇巨大的钢门前面，他说它一定有15英尺高，足够的宽，可以开卡车通过的那种。而军官呢，从墙上抓起一个红色的电话听筒跟他说着话。突然之间这个金属的门有那种金属的碰撞声响起，门呢缓缓地打开了。这扇门不仅又高又宽，而且有1英尺厚。里面到底有什么需要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呢？是核武器吗？马迪希望呢，它不是核武器。当他们走进门呢，然后又进了一个巨大的洞穴，接着马迪就看到了黑色的窗户和金字塔。当时军官自豪地宣布说先生们，欢迎来到黑暗金字塔。马蒂对他们知道的地点以及技术描述都非常的具体。他说金字塔高168米，底座呢在地表下213米，金字塔的角度是48度而不是45度。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很重要，但马蒂说每个角度呢都有封闭的控制室，而控制室呢是测量流经金字塔的能量的。该项目的目的呢是分配能量。但马蒂约翰逊的儿子说呢，他的父亲呢曾经用铝在家里建造了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小复制品，他给金字塔通了少量的电压，然后这个电的能量呢居然被放大了很多倍。这个迷你的金字塔产生的电力呢，足以为他们家的整栋房子和农场供电。所以有人就推测呢，阿拉斯加、埃及以及墨西哥其他地方的那种金字塔呢，是形成了一个古老的能量矩阵网络的。他们从零点场中提取电力，并将其传输到整个地球，甚至呢可能传输到太阳系之中。而无独有偶呢，在1978年的春天一个叫做里皮尔森的退伍军人呢，在尤纳利克机场呢与一位在服役的朋友交换战争期间的故事。李退休以后就成为了一名教师嘛，但他的朋友呢还是一名在役的直升机飞行员。那飞行员看得出李当时很怀念过去在部队那些令人兴奋的时光，所以他就给他了一个邀请，因为他正准备前往臭名昭著的阿拉斯加三角区域嘛，所以这个飞行员就告诉李说我有一样东西会让你热血沸腾，我要把一些重要的装备呢送到这个麦金利山附近的一个秘密基地。你知道那个麦金利山吗？他说我将在4个小时内出发，你想跟着我去吗？李当时立刻说当然。于是他们跳上了直升机，开始呢向东飞行。他说飞行了将近2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飞行员突然之间严肃的就开始对李说他说我们距离目标只有5英里了，情况呢会变得很奇怪，到时候我的这个飞机仪表板会出问题，你会听到各种报警，到时候你不要慌张我们会一路顺利，不会有事的。到时候我们会进行VFR， 也就是目视飞行规则。所谓的目视飞行规则呢，基本上就是关闭所有的自动驾驶，关闭所有的仪表仪器，保持地面在视线范围之内，睁大眼睛呢寻找障碍物，然后呢就是自我操纵。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直升机真的是所有的电子设备开始失灵了，雷达屏幕熄灭，指南针像扇子一样来回那种摆。这个李看到后呢显得非常的紧张，然后直升机的所有的电源、仪表、灯光全都变黑了，但是直升机仍然可以继续飞行。几分钟之后呢，他们居然安全着陆，刚落地呢，瞬间就围上来几个地勤人员来接他们。李环顾四周了，他说那里有几间带塔楼的那个小型警卫室，他看到2、3间简陋的小屋，一箱箱设备呢堆放在各处，到处都是铁丝网。李抬头望去呢，一架 C130正在这个区域的上空盘旋，然后呢5、6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人呢开始拖拉他们那个飞机上的这个货箱。李自己呢以前也是一位军人所以他注意到这些人的制服上居然是没有徽章，没有部队的补丁，没有军衔，没有姓名，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而着陆的区域的周围呢，还有很多人全副武装的瞄准李他们的那个直升机。他说他看向身后呢，几码远的地方就停着一辆吉普车，上面是一把50口径的机枪，他装好了弹药，有人操纵着正瞄准着他们。而李紧张地看了一眼飞行员呢，飞行员给他了一个眼神，意思是说放松，这很正常。而3、4分钟之后呢，他们运送的任务完成飞机呢向原路返回机场了。当他们距离起飞现场5英里时呢，所有的飞行仪表呢居然都恢复正常了，一切呢运行都正常。李就开始问飞行员说那里到底有什么呢？然后飞行员看着李呢，敲了敲这个耳机说用手指示意捂住嘴，意思他不要再问了，表示有人在监听他们。而回去之后呢，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酒吧里2个人就坐在一张安静的桌子旁边，李喝了一口就说我想知道刚才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飞行员就说那个地方呢比曼哈顿计划更机密，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其实在那里的地下深处呢是有一座黑色石头砌成的巨大金字塔的，他们认为它是石头。李就问谁会在地下建造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呢？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飞行员就说我只知道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从50年代起呢，他们就有德克萨斯的工程师在那里工作了。它好像是某种发电机，他说这个东西能产生很多的电能，这听起来是很疯狂的。李问金字塔能够产生多少电呢？飞行员说足够为整个国家供电了。而金字塔作为发电厂听起来很像是科幻小说，但是如果用适合的材料制成，它可能真的是一个无限能源的发电站。之前宇哥就讲过，尼古拉特斯拉就说过，埃及的金字塔呢就跟他制造的那个沃登克里佛塔其实是一样的，它们就是一个无限能源的一个发射器，可以为方圆上千公里无限提供能源。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金字塔呢，就更加印证了尼古拉特斯拉的说法。当道格公开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他联系了一个叫琳达·莫尔顿的记者。如果你关注 UFO 新闻呢，你就会知道这个琳达是谁。她是一名调查记者，长期报道 UFO 外星人和阴谋论。她凭借着一部 UFO 纪录片呢，当时获得了艾美大奖。她是这个领域的传奇人物。所以当道格给他发邮件的时候呢，他得到了他的身份证地址、电话，以及列出了所有的服役的信息。道格把这些表格呢制作好了，证件证明全都发给了他。所以他说道格说的话一定是实话。那在琳达报道了黑色金字塔项目之后呢，其他人也开始给他讲述关于黑暗金字塔的描述了。马蒂·约翰逊和里皮尔森的故事呢也都浮出了水面。那琳达从阿拉斯加驻扎的一位退役的海军上尉那里也听说过关于这个黑暗金字塔的事件。那个上尉跟他说他注意到飞机通讯呢在某个区域的时候总是出现故障，就在这个爱丽丝山以西的雷达显示呢，该地区会传来巨大的这个电磁能量。当这个上尉看到有关于东方核武试验的报告的时候呢，他就认为金字塔可能是问题的所在，所以他做出了合乎逻辑的事情。他向他的上级呢报告了这件事情，但不久之后呢，他的报告被告知要保持安静，否则呢，你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个里皮尔森的儿子布鲁斯呢，他也相信父亲曾讲出的这些故事。事实上，他认为父亲给他了足够的信息呢，来寻找到这个黑暗金字塔的位置。所以布鲁斯呢，曾经带着这些信息去到了这个阿拉斯加。那布鲁斯·皮尔森的这个父亲呢说黑暗金字塔是位于现在的乌纳洛以东和德内利山以西，所以布鲁斯呢雇了一名飞行员带他去了那里。如果基地真的在那里，就会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而飞行将近2个小时之后呢，他们居然遇到了一片看起来像是方形的土地，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正方形，但是它是一个直线直角。当他们再次绕行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了一条旧路的遗迹，还一条任何地图上都没有出现的道路。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发现了一条旧的飞机跑道，这里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地图上。所以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呢，有人肯定是在那条飞机跑道上用于某种用途的。那距离最近的标记呢，离这里有100多英里，所以这个区域也非常接近于另一位退役海军军官发送给琳达的坐标。这是使用 Google 地图的坐标的一个位置。有些人声称呢，他们可以看到以前的结构和轮廓，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自己搜搜看。那20多年以来呢，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运营星门之项目，这个项目本质上就是一个通灵间谍项目。而星门之所以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呢，但它主要的重点是想要远程观察嘛。那远程观察呢，是将你的这个意识投射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而最有天赋的远程观察者之一呢，就是帕特·普莱斯了。那普莱斯能够看到隐藏在阿拉斯加三角区域中间的一座山内的地下基地海耶斯山。普莱斯用遥视的时候就发现该基地是由人类和外星人共同运营的。然后琳达就找到了一个远程观察黑暗金字塔的目击者，那个人就说他首先看到了一座小建筑，他进去了之后，他看到了一部电梯，电梯向下延伸数百英尺，他就跟着他，然后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看起来像是军事设施的地方。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倾斜的墙，他拉开一点之后，他发现那居然是一个黑暗的金字塔。那金字塔的周围都是设备、灯光以及工作人员，而且他们非常忙碌。他扫视了整个区域呢，发现了一个由走廊、隧道组成的各种网络。他看到了办公室、睡眠区域、厨房。最后呢，他发现自己和一群人一起被设施负责人呢带去参观了。
他说他参观之后就惊呆了。他说导游看起来像人类，但绝对不是人类。然后他了解到了黑暗金字塔的真正用途，它是一种能源设备，它是 UFO 的充电站。而阿拉斯加三角区域呢，有超过6万多次 UFO 的目击事件，它是世界上最活跃的 UFO 热点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这些飞行器要使用金字塔来获取能源了，这就是军方从未公开的原因。那在2012年呢，琳达揭露了黑暗金字塔事件。这个事件呢，当时立刻引起了轰动。他说，我们有可靠的目击者和证据，证明人类出现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之中。而每年呢，阿拉斯加确实有成千上万人在这里失踪，那里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但是黑暗金字塔是真的吗？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